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面包，来做蜂蜜面包。这款面包的最大特点呢是做法超级简单，特别适合新手朋友来操作。手不沾面，也不揉面，根本不用面板，做出来的面包特别蓬松，特别软，真香，真好吃。回过头已是沧桑，再多泪也无处讲，付出太多谁能安慰和体谅，自己就像风摇晃，哭也不敢哭出腔，这些年受过的伤都自己扛。首先来和面，和面是在昨天晚上9点多进行的，目的呢就是想利用水和法来使面团自动形成面筋。380克室温水当中加入6克盐，增加筋性，6克酵母，40克蜂蜜，用筷子将混合物混合均匀，然后在600克高筋面粉当中先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先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把刚才的混合液倒进面粉当中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均匀。之后加入36克菜籽油，这里呢因为含水量比较高，下手揉面会很粘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全程都用硅胶铲来和面，手不沾面，也不用面板。看不到不干粉之后，盖上盖，醒面1个晚上。这时候厨房的室温是25度，晚上9点10分，这样呢晚上的准备工作就结束了。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，先在模具的底部和边缘刷一层植物油防粘，这样呢有利于脱模。这是发了1个晚上的面，现在是早上6点46分，厨房的室温是24度。发了一宿的面，满满的蜂窝状结构，发的真好。用硅胶铲搅拌面团，给面团排气。搅拌2-3分钟左右，面团当中的空气基本上全部排出来了。这时候呢，将面团直接倒入刚才准备好的模具当中。这里呢，我们不用给面团整形，手根本不用沾面，也不用面板。这个做法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办法不错，麻烦你给我点个赞，鼓励鼓励我。用筷子将表面稍微平整一下，盖上保鲜膜，下面准备2次醒发。我将模具放在厨房里，醒发了1个多小时。2次醒发是否成功，不要看时间，看面团的体积。如果面团的体积明显比以前胀大了1.5到2倍，那么2次醒发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首先预热烤箱，190度预热5分钟。
在烤盘的上面放一层餐巾纸，目的呢是防止模具打滑。这是完成2次醒发之后的面团，体积明显胀大了 1.5到2倍。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植物油，这样呢能使烤出的面包的颜色更漂亮。在模具的表面铺一层锡纸，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表面烤得过焦。在面包烤制完成之前的5分钟左右，我们会把它取出来。烤箱预热完成之后，将烤盘连同模具送入烤箱，下面开始烤制面包。170度烤制36分钟。我这个烤箱只有这一个温度，没有上火也没有下火，你需要根据自己烤箱的脾气进行调整。在烤制的最后5分钟，将模具表面的锡纸取出来，继续烤制，给面包上色。到点了，面包出炉了。哇，你看这颜色多么漂亮，真诱人啊！厨房满满的面包的香味儿。下面开始脱模，用面包刀在模具的周围转一圈，然后将模具倒过来，就很容易给面包脱模了。你看这面包晃晃悠悠的，颤颤巍巍的，多么软啊，相当蓬松。用手按一按，外壳硬硬的，脆脆的，哇，真是漂亮。蓬松绵软是这款面包的一大特点，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呢，是到了第2天、第3天还仍然这样蓬松绵软。用刀切下一块面包，我们来看看里面的组织。你看，按下去弹回来，多么蓬松，真的相当蓬松，口感特别好。做法如此简单，非常值得你拥有。来看看面包烤好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看这颜色多么诱人啊，真好看！厨房满满的蜂蜜面包的香味儿，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。你看这面包呢，特别蓬松，按下去弹回来，按下去弹回来，按下去弹回来，外表呢酥脆酥脆的，你能听出这个声音了。外表酥脆酥脆的，内心呢真是棉花般的蓬松，特别软。一点吃不出蜂蜜的甜味儿，吃不出来，就感觉内心啊像棉花一样特别软。越嚼越香，有那种面包的香味儿，小麦粉的香味儿，蓬松柔软的内心，再吃一口酥脆的外表，在嘴里回味一下以后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。哇！为止呢，我们这个面包的做法超级简单，你也看到了，手不沾面，更不用揉面。烤出的面包这么蓬松，2天放2天它也不软，放2天它也不硬。下次再吃的时候呢，这样凉下来以后呢，放保鲜袋里边，在吃的时候上淋机里边热10秒钟就可以了。
烤这个面包，出去旅游、中午带饭都非常合适，太棒了！好，来请你吃蜂蜜面包，总是我吃，你看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